開篇今天先講邊路進攻，簡單的三角形戰術如何換位。今天講這個很簡單，為了大家看半決賽、決賽能有更多的樂趣。以日本隊為例，3個人始終能站成一個三角形，而且不斷互換位置。一個前提，必須有一個人始終往前衝。第一種三角形輪轉，第二種中路穿刺，第三種兩翼開合。以日本隊的邊路進攻為例，這3種形式在場上都能不斷的看得到。在三中衛體系下，2個邊路始終能維持2個三角形。那麼第一種變化方式三角形輪轉，很簡單，3個球員的跑動，特別是無球跑動，像順時針一樣旋轉或者逆時針旋轉都可以。球每動一次，整個三角形就像齒輪一樣轉一格。第二種中路穿刺，無球隊員三角形站位的時候，前面的2個邊路球員拉開，制造出空間，後面的第3個球員從中路穿刺，形成新的三角形站位的變化。有人拉開空間，有人穿過，通道就出現了。第三種两翼開合，三角形站位中靠後的那一個作為樞紐不動，而前面的兩翼2個球員不斷的交換位置，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樣，不斷的打開合上，打開合上，固定靠後的這個球員承擔分球的任務，前面的2個球員不斷的互換位置，擾亂對方的防守站位，同時打開空間。這就跟過去 NBA 公牛隊和湖人隊的主教練禪師推崇的三角進攻一樣。剛才講的3種形式是現代足球的幾何基礎，而足球場上一支強隊的關鍵在於遠離足球的區域，3個球員不斷地進行無球跑動，每一個人的前插都不是單兵作戰，而是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的連鎖反應，一個人動立刻會觸發另外2個人的聯動和補位，並且不斷地出現向對方身後進行衝刺的意圖。 A 衝刺， B 再衝刺， C 再衝刺，無論球在哪裡運轉，2個邊路始終有人在跑，始終有人在插。戰術陣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所以現代足球體系依賴於所有人的無球跑動，所有人的无球前插，這才是进化到2026年的全攻全守。全場的邊路、中路都有各自的三角形，而這些三角形又能互相轉化成新的三角形，最後的輪轉像幾何指數無限的上漲。這幾個三角形互相達成默契，就會有無數種新三角形的變換方式。所以就像金庸先生武俠小說說的，活學活用只是第一步，要做到出手無招，那才真正踏入了高手的境界。陣型就算使得再渾成，總是有跡可循，敵人便有戲可乘。但如果到了最後根本就沒有陣型，沒有招式，敵人又如何來破你的陣型，破你的招式呢？最高級的足球美學的追求，心中隨敵而動，敵人破綻一線，新的陣型就源源生出，無窮無盡，不受舊的陣型的約束。這就是無招勝有招。到了比賽的時候，把過去的陣型忘得越乾淨越徹底，越不受陣型的約束，才能隨心跑出無窮無盡的新的陣型。就像科幻小說《三體》講的數學模型，3個球互相的拉扯， A 拉 B，B 拉 C，C 同時拉 A， 引力之間互相疊加和干擾，形成了非線性的混沌系統。最後沒有任何一個數學方程能夠隨意描述3個球長期的運動軌跡，變化和衍生也就無窮無盡了。所以世界杯上日本球員的執行力是最強的，最捨得跑動。由於每一個人積極的參與，最終讓球不管到哪一個局部，日本隊在這個局部區域總會比對手多出一個人。這就是瓜迪奧拉陣型戰法 Position Play 所追求的。足球戰術博弈的核心始終佔有優勢。這既是禪師傑克遜在 NBA 打出來的三角進攻，同樣也是軍事上的3-3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以咱們隨便聊一聊，方便大家看半決賽和決賽的時候，看足球比賽能收穫更多的樂趣。兄弟們，這段時間看世界杯，看球看世界杯最痛苦的是什麼？不是你支持的球隊被絕杀，而是前場剛刚3打1，前鋒正要起腳射門的時候，畫面突然卡了，轉圈圈了。等到畫面再轉回来，好家伙，對方守门員都已經開始慶祝了。所以延遲才是比裁判的 VAR 回放更要讓人高血壓的東西。所以為了改善大家的體驗，守護大家的血壓今天安利一款真正看球的神器 VPN 小地球儀 VPN。這一款就真正像中场大師皮爾洛一樣，控球穩，傳球準，低延遲不卡頓。不管是看世界杯、歐冠 4K 高清直播，還是上国外的論壇刷實時的熱評，它都能夠讓你體驗到什麼叫做臨門一腳，絕不畫圈圈。就算你想要用 AI 查一下各支球隊的資訊，也不會受到各種各樣地區的限制，想怎麼查就怎麼查。而且小地球儀 VPN 很有性價比，一個賬號同時覆蓋你的手機、平板和電腦，多台設備可以同時在線。最硬核的是，它採用了最先進的數據加密和反黑客技術，承諾絕不記錄也絕不出售你的任何隱私。
就像巔峰時期的利物浦的防線一樣安全穩固。這家小地球儀 VPN 是新加坡的公司，所以安全可靠。蘋果設備建議用蘋果商店下載，這樣有蘋果的認證更加安全嘛。那麼輸入老 K 的專屬優惠碼，就能獲得3天30G免費流量。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看球追球不卡最酷。趕緊拿下小地球儀 VPN， 讓我們一起都和卡頓說拜拜。朋友們，節目很精彩，希望您先點讚再看，養成好習慣。歡迎您訂閱，歡迎您在評論區留言。好，咱們繼續。那麼英格蘭對阿根廷90分鐘，我認為平局的可能性最大，最可能的比分1-1或1-0，英格蘭勝。這場在博彩市場和賠率方面，機構認為這場是極其接近的勢均力敵之戰，但賠率在開盤以後略微的向英格蘭傾斜。散戶資金和專業資金在勝負的傾向和資金體量上都有明顯的反向指標和分歧。散戶資金在投注的筆數佔據絕對優勢，他們更傾向於購買高知名度的球星，所以在 BetMGM 的獨贏盤中，50%的投注單砸向了阿根廷獲勝，而英格蘭只分到了37%。這是由於梅西在本屆世界杯已經轟入8個球，狀態極佳。另外，包括像梅西、凱恩可以同時進球這種高賠率的娛樂型盤口，更受散戶的青睞。阿根廷的情懷和歷史底蘊，讓大量的散戶堅信阿根廷可以直接在常規時間內解決戰鬥，而專業資金更依賴數據模型。儘管只有37%的投注單支持英格蘭，但英格蘭卻獲得了44%實際投注總資金的支持。相比之下，阿根廷獲得50%的票數，資金佔比卻只有43%。這說明專業資金認為阿根廷在淘汰賽階段接連遭遇苦戰，核心的主力陣容體能已經油箱見底，而圖赫爾執教的英格蘭隊板凳深度更長，在大賽後期的防守紀律性更被職業的博彩客看好，所以剛開盤雙方幾乎是平手盤，但大額專業資金瘋狂地灌入英格蘭，逼迫各大博彩公司不得不連續下調英格蘭的獨贏和晉級賠率，進行風險對沖。現在在一些由資金交易驅動的合規預測市場，英格蘭的勝率合約交易在52%，阿根廷在50%。這說明排除了博彩公司抽水以後，最理性的多空資金至今仍然處於極度的死磕狀態。但目前市場最明確的共識是90分鐘常規時間進球極少，而且已經有相當一部分的專業對沖資金正在買入通過點球大戰才能決出勝負的盤口。總體來說，散戶正在買阿根廷，賭梅西，賭情懷；專家重倉英格蘭，這是看好陣容深度和體能的彈性。那麼老 K 也給幾個組合：第一，全場小球低於 2.5， 再加上常規時間的平局；第二種，選梅西可以進球，再加上阿根廷晉級；第三種，選英格蘭1-0勝，再加上貝林厄姆可以進球；第四種，可以選兩隊都有進球，再加上哈里凱恩有2次以上的射正，再加一個薩卡有3次以上的鏟球。对了，剛才提到在預測市場，合約的價格加起來不等於100%，這是由於他們都屬於晉級的合約，這種合約包含了加時賽和點球大戰的可能性，所以沒有平局選項。而預測市場本質上是一個交易所，參與者在這裡買賣合約，買賣之間就存在價差。我們看到的52%和50%是基於市場上的賣價，總和往往會超過100%，這是因為你要同時買入這兩項結果的話，必須向不同的賣方支付溢價。所以相反，如果你看到的百分比基於買價，那總和可能會低於100%。好，這場比賽英格蘭這邊上一場對挪威，他們下半場預期進球只有 0.09， 這說明在賴斯離開以後，英格蘭很難限制厄德高的組織，直到調整了邊後衛和中場站位才重新穩住了局面。僅這一點就能看出賴斯對這支英格蘭隊的重要性。過去整個賽季，賴斯一直在處理自己腿筋的神經不適，還有零星有些小腿問題。他在俱樂部、在國家隊出場的負荷太高，這一次對阿根廷即使能夠首發，也很難維持120分鐘最高的強度。現在對圖赫爾來說，關鍵是要不要讓里斯詹姆斯直接首發，左路是使用速度性的邊鋒呢，還是增加控球？還有賴斯身邊是繼續安排安德森呢，還是增加一名更有傳球能力的中場？而阿根廷隊抵達亞特蘭大後，他們的訓練內容包括了控球，還有丟球後的立刻反搶，還有向前推進和小場的对抗。這說明斯卡洛尼並沒有只進行恢復訓練，而是在專門強化球權轉換和高壓下的出球。阿根廷這邊現在沒有傷員，他們最大的陣容懸念是右後衛和中場的結構。有一些媒體預計斯卡洛尼會繼續使用4後衛，
而英國媒體則提出可能改打5-3-2，讓奧塔門迪進入首發，來降低英格蘭的邊路和高空球的威脅。另外有小報猜測德保羅可能被犧牲，但這也只是一種猜測。斯卡洛尼的戰術特點是實用主義，他可以使用4-3-3、4-4-2或者3中衛都行，他不會為了保持一種教練標籤而拒絕調整。而且在對瑞士以後，他承認球隊在身體對抗中吃虧，連續的傳球也做得不好，但是強調阿根廷隊總能在困難中找到解決辦法。這是他的風格，承認問題，但很少单獨批評球員。現在教練組中，埃馬爾負責技術和年輕球員的溝通，薩姆埃爾負責防守和定位球。所以這一支阿根廷隊，斯卡洛尼真正的強項不是創造某一種革命性的陣型，而是恢復國家隊的信任、情感的聯繫和內部的秩序。值得注意是，最近英國評論員加里內爾將阿根廷的中後衛組合羅梅羅和利桑德羅馬丁內斯形容為最優秀的糟糕中衛組合，意思是两個人的侵略性、对抗和關鍵的比賽能力很強，但也可能因為過度的上搶和情緒化的動作制造風險。另外，英格蘭隊本屆賽事累積的飛行距離明顯高於阿根廷，這也是体能上的劣勢。那麼戰術對位方面，首先要看阿根廷右路，這可能是英格蘭的主攻區域。在阿根廷对瑞士的比賽，瑞士邊鋒恩多耶曾經多次衝擊莫里納這一側，莫里納和蒙提爾賽前都有傷病，而阿根廷的中場又缺少天然的邊路球員，邊後衛就必須獨自承擔寬度，所以薩卡、里斯詹姆斯和貝林厄姆很可能反覆衝擊阿根廷左中衛和右邊後衛之間的內部區域。而如果斯卡洛尼改打5後衛，也就是為了在這個區域增加一個保護者，但代價是中場就要少一人，梅西和阿爾瓦雷斯得到球權的距離會更遠。第二個重點區域，梅西的接球點和英格蘭隊賴斯的覆蓋範圍，阿根廷隊會盡量讓梅西在英格蘭的中場線和後衛線之間的線間區域接球，尤其是英格蘭左側或者中路偏右的內部。這時候賴斯的任務不是全場貼身跟隨梅西，而是要封住傳球的線路，並且在梅西轉身之前形成第二個防守球員的夾擊。賴斯的體能如果只能維持60到70分鐘，那英格蘭隊會很難，图赫爾必須有替代方案。第三點，英格蘭隊的身體上的優勢。阿根廷是进入8强最矮的球隊之一，跟瑞士的比賽，他們的身體对抗並不占優勢，而英格蘭擁有哈里凱恩、貝林厄姆、賴斯、斯通斯和格伊，在高空球還有第二落點以及定位球的争搶中，都更有條件形成連續的進攻。但英格蘭不能只進行高球的轟炸，像羅梅羅、奧塔門迪還有利桑德羅馬丁內斯，如果對他們单純起高球，反而容易讓阿根廷進入熟悉的節奏。最有效的方式仍然是先利用邊路拉開，再由凱恩回撤，貝林厄姆後插上，攻擊阿根廷的內部。另外第4點，阿根廷的定位球。本屆賽事阿根廷已經通過定位球進了5個，教練組中薩姆埃爾專門負責這一部分。梅西的傳球的質量，羅梅羅和奧塔門迪的強點，以及2次落點後的遠射，這都是阿根廷隊的優勢。第5點，誰能夠控制丟球以後攻防轉換的那5秒鐘，這是至關重要的。現在英格蘭隊要求要增加前場奪回球權的次數，阿根廷也在訓練中特別安排了丟球權以後立刻的反搶，所以雙方真正的關鍵不是爭奪控球率，而是誰能在丟球權後的第一輪衝搶中把球又重新搶回來。好，那麼這場比賽確實有進入點球大戰的可能性，所以老 K 瞄準英格蘭隊门將皮克福德，這也同樣是個非常有趣的球員。皮克福德小時候在華盛頓家鄉的社區裡是個出了名的皮孩子，老師和朋友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 Speedy 飛毛腿，這是因為他小時候做什麼事情都是風風火火，總是有一種時速100英里的衝勁兒。小時候他和夥伴們喜歡騎自行車，玩各種特技和跳躍，別的孩子都在展示車技，而小時候的皮克福德卻自願躺在馬路中央當道具，讓朋友們從他身上飛躍過去。偶爾他還會被車輪壓到，但也毫不在意，所以又得了一個滑稽的外號叫減速帶。直到今天，他的妻子梅根依然會叫他斯皮迪。而皮克福德之所以會當守門員，這純粹是一場意外。有一次他去看哥哥參加足球比賽，旁邊另一塊場地上有一支 U7 的小球隊正在踢比賽，但那支隊伍偏偏缺一個門将。皮克福德的父母見狀，立刻把当時只有5、6歲的皮克福德就推上場，因為看他平時在街頭踢球比較勇敢嘛，結果一戴上皮手套就再也沒有脫下來過。而當時皮克福德由於年齡太小，還沒有達到那個聯賽的法定注冊年齡，
所以他第一個賽季甚至不得不冒用其他大孩子的名字登場比賽。他後來也笑着回憶，在我第一個賽季的官方記錄裡，我的名字絕對不叫喬丹。對了，皮克福德的姓氏 last name 其中也藏着一個全家人的秘密。皮克福德的父親原名叫李皮格福德 Pigford， 由于姓氏中带有 pig 豬這個單詞兒，所以父親在讀書的時候遭到了許多人非常殘酷的嘲笑和霸凌。後來為了不讓兒子重蹈覆轍，父親在皮克福德小時候毅然決然通過法律程序，頂着全家族的壓力，把全家的姓都改為了現在的 Pigford。 正是這個極具遠見的決定，保護了皮克福德擁有了一個快樂自信的童年。而他從小的自信和外向的性格立刻體現在學校的日常生活裡。據他中學的體育老師回憶，皮克福德不僅在球場上大喊大叫，在學校裡也是個天生的顯眼包。每天中午午餐鈴一響，他總是那個大搖大擺衝在全校食堂隊伍最前面的孩子。而後來在他被桑德蘭俱樂部簽下以後，他經常被租借到低級別聯賽鍛鍊。而每當他要去客場打比賽，他的母親蘇就會親手做一盤雞肉意大利麵，塞在出租車或者私家車的後座上讓他吃。皮克福德調侃道，雖然這看起來一點都不職業，但只要我能拿到那一場比賽的最佳球員，那就說明這頓意大利雞肉麵很管用嘛。而小時候的皮克福德對足球的痴迷讓父母相當頭疼。只要一回到家，他總是抱着足球，在客廳、在花園，甚至在卧室裡練習撲救、練習踢球。他媽媽說，皮克福德小時候至少砸碎過家裡面3到4面大窗戶。每次玻璃碎掉，他不僅不害怕，還會興奮地模仿現場解說員大喊，哦，這又是一次偉大的撲救。而後來剛剛進入桑德蘭青訓營的時候，皮克福德的身體發育也非常晚，在同齡人中顯得又矮又瘦。由於他當時手太小，俱樂部根本找不到適合他尺寸的專業守門員手套，所以他只能戴着大好幾號的成人手套上場。青训教練後來回憶，當時的皮克福德在場上看起來就像一個戴着巨型拳擊手套的小紙人，場面非常滑稽。可他卻完全不在意，依然在門前高喊着指揮防線。在被桑德蘭租借到低級別的業餘球隊，像達靈頓阿爾弗雷頓等等，由於年齡太小，皮克福德自己還沒有拿到駕照，所以為了去那些偏遠的低級別聯賽球場訓練和比賽，就必須搭乘隊裡面老球員的順風車。而作為報酬，皮克福德每次都會用自己的零花錢，在訓練結束後給開車的隊友買一頓麥當勞。正是這種很接地氣的性格，讓他迅速和隊裡面那些滿臉胡茬的成年大叔們打成一片。17、18歲的時候，皮克福德被扔到了充滿着身體對抗甚至很粗暴的英格蘭非職業聯賽。那麼他初生牛犊不怕虎那些低級別聯賽的前鋒非常喜歡故意的衝撞年輕的守門員。可皮克福德不僅沒有被嚇倒，反而展現出他標誌性的狂躁基因。面對着比自己大10多歲、滿身都是紋身的對方的前鋒，這個17歲的毛頭小子不僅在空中對抗中寸步不讓，落地後還會貼着對方的臉大吼大叫，瘋狂地噴垃圾話。當時主教練評價他，這孩子骨子裡有一股狠勁兒，他從來不害怕任何人。另外，小時候的皮克福德不僅踢足球，在其他方面也是個運動全才。青少年的時候，他的板球天賦甚至一度超過了足球。他在學校板球隊裡擔任擊球手和外野手，表現極好，這讓當時桑德蘭青訓營的教練們非常緊張，生怕他被板球俱樂部挖走了，所以早早的就向他拋出了一個長期的青訓合同，這才成功將這位未來的英格蘭國門留在了足球場。那麼皮克福德過去的那一段流浪史，在現代足壇也堪稱教科書級別的。在英格蘭有許多豪門的青訓門將都因為枯坐板凳而荒廢，但桑德蘭隊對皮克福德採取了極其殘酷卻也非常有效的升級打怪的策略。他先後被外租了6次，從最底層的業餘聯賽一路踢到英冠，經歷了一場真正的磨練。第一站達靈頓隊，這是第5級別的聯賽，也是業餘聯賽，當時只有17歲。達靈頓俱樂部當時正處於破產邊緣，甚至付不起球員的薪水。當時的環境，皮克福德沒有正規的訓練設施，看台也只有幾百個觀眾。正是這樣艱苦的環境，他完成了成人賽的首秀，也非常早就體驗到職業足球最殘酷的生存現狀。第二站阿爾弗雷頓，同樣是第5級別的業餘聯賽。到了這裡，對手全是身材魁梧、動作粗魯的業餘大叔，專門挑年輕的門將欺負。高空球的時候，甚至直接用身體撞。皮克福德在這裡學會了如何保護自己，也練就了不懼怕任何身體對抗的大心臟。
第3站伯頓隊，這是第4級別的英格蘭乙級聯賽，在這裡他第一次進入了職業聯賽，幫助球隊打進了升級附加賽決賽，可最終沒能升級。但那樣的非贏不可的壓力極大的比賽，也極大的鍛鍊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第4站卡萊爾聯隊，這是第3級別的英甲，在這裡他交出了非常亮眼的表現，正式成為球隊的絕對主力。頻繁的上場時間讓他的門線技術、撲救、反應速度得到了全方位的檢驗。第5站布拉德福德，這是第3級別的英甲聯賽，在這裡皮克福德完成30多次出場。當時布拉德福德在杯賽中屢屢上演以下克上的奇蹟，幹掉過一些英超球隊。正是這樣不服輸、敢於和強隊硬碰硬的球隊文化，深深刻進了皮克福德的 DNA。第6站普雷斯顿队，這是第2級別的英冠聯賽，這也是他外租的最高級別。在競爭激烈的英冠，皮克福德連續27場比賽首發，完成了13次零封，甚至打破了俱樂部連續不丟球的記錄。當時的他無論從技術、身體還是心理上，都已經達到了英超水準。2016年初，由於皮克福德在英冠統治級的表現，桑德蘭果斷將他召回。2016年1月，在對陣熱刺的英超比賽，他完成了首秀。儘管那一場輸了球，但在比賽中，皮克福德是高接低擋，展現了驚人的天賦。隨後一個賽季16到17賽季，桑德蘭主力門將維托曼諾內受傷，22歲的皮克福德正式被扶正。那個賽季，桑德蘭防線漏洞百出，最終不幸降級。但這反而成就了皮克福德個人的封神賽季。面對全英超各路锋線最密集的狂轟濫炸，他單賽季貢獻的撲救次數在全英超聯賽排在前列，入選了 PFA 年度最佳年輕球員的提名。所以《西遊記10萬8千里》，師徒4人去取經慢慢的走，並不是靠孫悟空一個筋斗10萬8千里取回來就完事了。正是皮克福德過去6次外租中累積了100多場成人比賽的經驗，才讓他回到英超以後沒有絲毫的青澀和怯場。2017年夏天，埃弗頓用了打破當時英國本土門将紀錄的3000萬英鎊身價將他簽下。此後他順理成章成為了英格蘭國家隊的1號門將。後來皮克福德說，如果我一直就留在桑德蘭 U21 踢青年比賽，就絕不可能有今天。那些外租的業余聯賽的泥濘的球場和男人們之間的對抗，才真正造就了我。皮克福德在英格蘭國家隊最著名的是關於他的秘密水壺。2018年世界杯對陣哥倫比亞，20年歐洲杯決賽對陣意大利，還有24年歐洲杯對陣瑞士，這3次點球大戰，皮克福德的水壺都成為了全場焦點。事先英格蘭教練組會在水壺的塑料包裝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兒打印出對手每位罰球手的射門習慣，例如寫阿坎吉向左撲。皮克福德在每次對手罰球前都會故意轉過身，假裝是大口喝水，實際上是在瘋狂的作弊看小抄啊。所以這個水壺後來被球迷調侃為英格蘭隊的聖杯。還有許多球星參加世界杯，行李箱裡大多是奢侈品、名錶或者定制西裝，而皮克福德的行李箱裝的居然是一個巨大的電競主機機箱。這是因為他是射擊遊戲堡壘之夜的狂熱玩家，為了在22年卡塔爾世界杯期間不卡頓，他特意讓團隊打造了一個內置高速顯卡和顯示器的便攜式電競箱。他在接受採訪時非常認真地說，在國家隊基地裡面，如果沒有好電腦，我的遊戲日常就會受到影響，這也會影響我的心情，所以我必須將它空運過來。另外冷知識皮克福德的身高在現代頂級門將裡不算高，只有1.85米，而且他的臂展很短。所以過去死敵像利物浦和紐卡斯尔联的球迷經常在比賽的看台上高唱，喬丹·皮克福德，你有一雙霸王龍的小短手，你根本夠不到衡量。甚至有球迷在看台上穿上巨型的充气的霸王龍服裝来挑釁皮克福德。正是面对这樣全網的黑梗，皮克福德不僅沒生氣，反而經常在比賽中上演極限的指尖撲救，然後對着看台做出搞笑的挑釁表情，心理素質極其強大。除了足球以外，他最大的業餘愛好是打拳擊，他甚至在自己家裡安裝了一個專業的拳擊台。所以他曾經說過，在英超面對巨大的保級壓力的時候，回家就戴上拳擊手套，對着沙袋一頓猛砸，這是他保持賽場上那種瘋狗一樣的專注力最佳的減壓方式。另外，雖然現在已經是英超頂薪，身價1000萬，但皮克福德在生活中仍然保留着過去英格蘭東北部藍領工人的接地氣的作風。
像上一次幫助英格蘭隊歷史性的殺入了歐洲盃決賽，記者問他最想幹什麼，他沒有選擇去高檔餐廳，而是興奮地說：我現在只想立刻回到老家，去路邊攤買一盒超大份的炸魚薯條，倒上咖喱汁兒，然後猛喝幾罐啤酒。哈哈，咱們皮克福德呀，他和英格蘭隊的一些隊友，像凱恩呀、特里皮爾，經常都會在國家隊集訓的時候聯機玩堡壘之夜。而且為了和粉絲們互動，他還註冊了自己的遊戲直播賬號，甚至因為太喜歡遊戲，他在22年還投資了英國本土的一家知名電子競技俱樂部 Endpoint， 他也正式從網癮少年升級成電競賽事幕後的老闆。那麼咱們皮克福德的愛情同樣也是乾淨的像一張白紙，在球星裡非常罕見。他和妻子梅根是真正的青梅竹馬，兩個人在同一所中學讀書。16歲的皮克福德就一眼看到14歲的梅根，從此認定了他。梅根見證了皮克福德在泥濘的業餘聯賽被各種前鋒撞飛，非常狼狽，也見證了他後來一步步成為英格蘭國門。2020年，兩個人低調登記結婚，當時因為疫情只辦了一個非常簡陋的儀式，隨後在22年補辦了浪漫的馬爾代夫海灘婚禮。他們現在在社交媒體上經常分享一些搞怪的合照，沒有任何緋聞。而在生活中，他是個完全沒有偶像包袱的搞笑人設。只要英格蘭隊贏了球，在隨後的慶祝派對上，皮克福德絕對是那個站在桌子上大跳熱舞，甚至把皮球往自己頭上倒，氣氛組組長。而且他也知道球迷們喜歡拿他在場上各種猙獰、憤怒的表情來做表情包。他不僅不在意，有時候和朋友聊天的時候，自己還會發自己的表情包來斗圖。所以英格蘭媒體總說，喬丹·皮克福德從來沒有因為賺了大錢就忘記自己是從哪裡來的。脫掉球衣和手套，他依然是那個在華盛頓家鄉街頭和朋友們騎自行車胡鬧的普通男孩。現在皮克福德將對自己的嘲諷變成了愛好，他在家裡開始收集各种恐龍模型，甚至和兒子玩的時候，自己經常套上巨型的充气霸王龍服裝，在花園裡奔跑，然後讓兒子來抓恐龍。這種把黑自己的梗變成了生活的一種樂趣，強大的心理讓那些黑他的球迷都無話可說。不過有個冷知識，由於作為門將他只有1.85米，在人高馬大的英格蘭後防線面前，皮克福德總覺得自己顯得不夠威猛，所以每次英格蘭隊拍攝官方首發合影，只要是站着的那一排，皮克福德都會雷打不動，把腳尖墊得極高。所以球迷和媒體無數次在高清照片裡抓包他極力墊腳尖的滑稽動作。面對記者的提問，皮克福德倒無所謂，他理直氣壯地說，這樣在鏡頭裡看起來，我才會和我那些中後衛們一樣高，這叫做氣勢。有趣的是大家經常看到他在場上對着自己的後衛瘋狂怒吼，甚至面部猙獰。但是英格蘭後衛凱爾沃克曾經爆料說，有時候喬丹·皮克福德對着我們大喊大叫，表情看起來像是要吃人，但等我們走近了一聽，他其實只是在用家鄉方言自言自語，比如說，哦，我的天哪，喬丹，你剛才那個球應該開得更遠一點。哈哈，皮克福德只是單純的需要靠大喊大叫來讓自己保持清醒和興奮。所以皮克福德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暴躁，其實內子裡是非常的中二，非常的搞笑。用他妻子梅根的話說，皮克福德是我生命裡那個能讓我笑到眼睛徹底成了一條縫的男人，他是我的唯一，但我必須得承認，他每天在讓我快樂的同時，也總能把我逼瘋。2019年，他們兩人的第一個兒子阿洛出生的時候，梅根在網上曬出了一張非常有意思穿嬰兒连體衣的照片。連體衣上面赫然印着一句話：我的爸爸最喜歡去夜店蹦迪。所以這一家人能夠把老公的梗直接印在剛剛出生兒子的衣服上，足見畫風就是個大兒子帶着小兒子一起胡鬧。而後來梅根分享22年馬爾代夫婚禮的照片的時候，最喜歡的不是浪漫的擁吻，而是一張兩人剛剛看完了誓詞，皮克福德对着他呲牙咧嘴的大笑，而梅根笑到了彎腰的翻車笑場照。梅根表示，和這樣的一個人生活在一起，你的生活根本就嚴肅不起来。对了，就是這對活寶2018年世界杯前，皮克福德悄悄花巨資買了一枚價值50萬英鎊的超大的閃耀的鑽戒，成功向梅根求婚。可求婚不久，梅根就懷孕了。懷孕期的梅根因為手指的腫脹，
那枚巨大的求婚鑽戒最後死死卡在他的无名指上，怎麼都取不下來。當時梅根在社交媒體上瘋狂求助，表示已經試遍了洗潔精、黃油、冰塊，甚至用線纏所有的土方法都用盡了，但鑽戒太重太大，手指已經被勒到發紫，疼得他直哭。最後皮克福德不得不尷尬地帶着未婚妻跑去專業的珠寶店，由師傅用專業鉗子當場把這枚價值50萬英鎊的定情信物咔嚓一刀剪斷。梅根事後還發帖調侃說，還沒結婚呢，戒指先去挨了一刀。還有20年兩個人註冊結婚的時候，本來是想5月去馬爾代夫辦海灘婚禮，那麼2月份就要去英國當地的登記處先完成法定註冊。普通人呢，即使是登記都會穿一身得體的西裝，但是咱們的皮克福德周薪都已經10幾萬英鎊了，去結婚登記竟然穿着一條大破洞牛仔褲、一件休閒夾克，還戴着一個黑色的鴨舌帽。當時婚姻登記處的目擊者事後向《太陽報》吐槽，他們倆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來結婚的，穿着太隨便了，感覺就像是周末一塊去超市買個菜，順便結了個婚。所以後來照片傳到網上以後，皮克福德就穿着個破洞牛仔褲親吻新娘的畫面瞬間成為搞笑名場面。後來在2個人結婚的2周年紀念日，梅根還特意發了這張土味十足的結婚照。不過好在2年後22年，他們終於在馬爾代夫的海灘為梅根補辦了一場非常完美的婚禮。這次皮克福德終於穿上了正經的白色西裝，所以就是這位皮克福德，本來他的名字應該叫 Pickford 朱福特。好吧，讓我們期待英格蘭對阿根廷，皮克福德能有怎樣超神的表現。感謝大家的陪伴，感謝大家的訂閱、點讚、評論、熱推，感謝您在評論區的留言，讓我們明天再見。